没想到真的要说拜拜了，待了7年的地方。昨天收到邮件就感觉大事不妙，大家都很慌。然后今天开会通知，果然就是大裁员，也公布了这个大礼包，一切就来得很突然，很突然，没办法。这位博主35岁，最近被字节跳动裁员了。这次一起被优化的还有不少同事。今天说到一句话，他说我现在需要的其实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活下去的生活模式。我觉得说的太对了，因为如果再找一份工作，先不说我这个年龄没有结婚没有小孩能不能找到同样收入的工作，即便找到了，再过个1-2年有可能还是需要面临同样的境遇，主动或者被动离职，然后就真的再也找不到工作了，然后就浑浑噩噩的再过20年直到退休。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今天是老公大厂失业的第59天，依旧零面试。更难的是，熟人刷到我们的视频，被议论中年失业还到处宣传，真的丢尽脸面了吗？一开始发视频就只是想简简单单记录下中年失业的真实日子，没想到越传越开，亲戚、前同事、认识的朋友全都刷到了。有人在背后偷偷议论，有人拐弯抹角的打听，还有人直接说以前那么风光体面，现在怎么混成这样，太丢人了。做前端开发的老弟被裁失业3个月，说今年在上海找工作太难了。一般金3银4是招聘旺季，今天约老弟见面，问问老弟最近工作找得怎么样。正好宝宝也想舅舅了。老弟做前端开发，去年12月被裁，我做 HR 去年6月被裁。从小就有人说我们姐弟俩长得像，现在不仅长得像，人生经历也像，都是被裁的失业人员。据说最近投递前端简历回复的极少，就算有还都是外包。前2天参加面试，到了现场等了快1个小时，结果面试就5分钟，感觉自己就是被 HR 约去刷 KPI 的。今天被裁员了，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在互联网大厂工作1年多就被裁了。现在的互联网行情真的是1年不如1年。今天我还在羡慕他拿着30万的高薪，明天他可能直接失业没收入了。前几天我和之前在互联网大厂上班的同事聊天，他说公司的裁员风波来了，他在裁员名单里，但是最终被裁的是那个最积极、加班最多的那个。27岁，98年的，今年被裁了。上午刚收到通知，下午 HR 就找我谈完了。刚听到消息那下，心里猛地一沉，嘴上强装镇定谈权益，脑子其实一片空白。不是说裁员是中年危机吗？怎么我这年纪也赶上了？说实话，我好像就没顺过。20年本科毕业赶上疫情，连毕业典礼都没返校参加。22年硕士毕业，找工作难到像大海捞针。好不容易进了大厂，每天都在焦虑裁员和低绩效。过去10多年，中国互联网行业一直是高薪、高增长的代名词。许多人认为，只要进入腾讯、阿里、百度、字节跳动这样的互联网大厂，就等于拿到了一张通往中产阶层的门票。然而，最近几年，一场席卷整个行业的裁员潮悄悄展开。曾经疯狂扩张的大厂纷纷转向降本增效，不得不砍掉那些盈利前景不明朗的非核心业务。员工数量从不断增长变成持续收缩。对于很多从业者来说，互联网行业已经从最有前景的行业变成了最没有安全感的行业。过去1年半内，中国传统5大互联网巨头累计裁员超过13万人，其中阿里巴巴员工总数缩减明显。如近期飞猪等业务线均传出高达30%至40%以上的裁员比例。百度与京东也分别执行了数千至上万人规模的精简计划。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曾经令人羡慕的大厂工牌正逐渐失去光环。互联网行业并没有消失，只是那个靠烧钱扩张、疯狂招人的黄金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985硕士，大龄女程序员，大厂失业了6个多月，仍困在求职的寒冬里。每个月16000的房贷，加上社保固定支出，像座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这还没算柴米油盐的日常开销，存款早已在坐吃山空的焦虑中捉襟见肘。只要你在打工，你就一定会被裁员，经历失业。
我今天早上在地铁上刷到一个帖子，说某语重厂平均的员工年龄是27.5岁。评论区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什么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吗？一个公司里全部都是刚进入社会没几年的年轻人，而那些30-40多岁有经验、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支柱，反而越来越没有班上。然后晚上我就发现那条帖子被举报下架了，真的挺讽刺的。年轻人也不好过，就是像甘蔗一样，被公司嚼2口榨干了，然后就吐掉了。这是我自己22岁时候刚进字节的真实感受。这位博主今年45岁，大学毕业后进入阿里巴巴，那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当时的阿里巴巴还只是一家员工不足1000人的小公司，他几乎见证了这个企业从创业阶段一路成长为互联网巨头的全过程。他在那里工作了整整22年，最终还是被裁了。在这艘航母上的22年，我是无比幸运的。我收获了复旦毕业的帅气老公，也把女儿送进了上海最好的国际学校，也凭借稳步增长的工资奖金，在杭州和上海都安了家。就在这样一艘看起来通往财富自由、生活幸福、永不会沉没的大船上，没想到我也迎来了我自己要下船的终点站。裁员的大砍刀下来的那一刻，我非常平静，甚至可以说有点欣喜。其实最近这2年，我就一直知道这一天应该快来了。马上33岁的我又被裁员了，这次裁员呢有一点点的突然。我是去年8月份来到这家公司的，没想到今年5月底我就又被裁员了。裁员的原因是公司业务调整，我们整个组搬迁到南京。我是去年8月份换工作才来到了上海，目前的想法就是不想换城市，这一个城市先稳定下来，所以呢我就被裁员了。博主说，他之前是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大厂上班，工作和生活都挺顺心的。直到去年8月，他才决定来上海工作。之所以离开广州，主要是因为离家乡太远了。他老家在甘肃，上大学是在兰州，同学朋友几乎都不在广州，于是他选择来上海发展，因为这里离他弟弟比较近，姐弟之间能互相照应。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来到上海还不到1年就遭遇了裁员。如今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找到一份新的工作，重新稳定下来。半年之内2次失业，落到自己身上，心里真的五味杂陈。回想一下，我去年12月第一次遭遇裁员失业，今年2月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新工作，本以为能就此安稳下来，没想到只干了4个月，如今又一次停下了脚步。跟大家聊聊我的经历吧。我之前一直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整整15年零8个月，早就习惯了稳定的职场节奏。博主说，今年他入职了北京的一家初创公司，原本希望借此尝试新的职业机会，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他住在天津，每天往返北京上班，光通勤就要耗掉5个多小时。他算过一笔账，每天的交通成本将近200块，再加上人到中年，有孩子要照顾，还有每个月固定的房贷要还，压力太大。他其实很想陪着公司一起熬过难关，但他清楚自己现在的经济状况已经没有底气再跟着企业一起吃苦。反复权衡之后，他最终还是做出了离开的决定。给所有上班的姐妹们提个醒，千万不要随便裸辞。我94年的，今年2次被裁员了。5月份离职后一直在家，算下来快1个月了。我觉得失业最可怕的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你待久了真的会躺上瘾。不用挤地铁，不用看领导眼色，每天睡到自然醒，想干嘛就干嘛的日子，你试过1次之后，根本就不想回去上班了。所以你班得一直上着，直接不要给自己躺平的机会，免得再也不想回去上班了。这位博主曾担任高德地图的设计总监，失业之后，他开始考虑搬到一个生活成本更低的小城市居住。他坦言，虽然自己没有赚到什么大钱，但这些年积累下来的储蓄，基本还能维持日常的温饱生活。我目前现在的生活状态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追求得到的享受的生活状态。现在是租房生活，不过这个北京的这个房租快到期了，我打算搬到小城市生活了。这样呢，我住的也心安理得，没有贷款，存款不多，在网上根本就拿不出手，
跟网上的那些人均啊几千万的比不了，但是维持生活开销没啥问题啊。在互联网行业，大厂裁员规模继续扩大，许多公司优先裁撤薪资较高的资深员工。来自杭州的 IT 工程师何先生透露，他今年38岁，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了10年，被裁后创业失败，还背上债务，家中还有妻子和2个孩子需要照顾，长期焦虑导致他几乎夜夜失眠。何先生说，现在降薪裁员已经成了常态，失业了一家人吃什么呢？消费水平也降下来了，我压力特别大，晚上睡不着，跑外卖开滴滴根本覆盖不了家庭开支和房贷，只能四处找出路。很多人都把城市里的资产卖掉回老家了。我被快手裁员了，这次又裁了不少人，2个大部门没了。我在快手待了4年半，做主播运营，24年1整年，每个月都有人离开。这次终于轮到了我，经常跟老公抱怨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想辞职，但是一直都没有下定决心，因为还有接近200万的房贷，还有一个5岁的娃要养。办完离职去幼儿园接小月儿，远远的就看到娃在欢呼雀跃。我今年35岁，如果我再找一份工作，用不了多久还是有可能会被裁员，依然会错过小月儿的成长。我被裁员了，31岁，北漂5年，未婚未育。5年前我从中科院毕业的时候，眼里是真的有光，就那种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干成的光。但这5年干着干着，眼里的光就慢慢没了。然后第5年，我被裁员了，内耗了很多天，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走。面试拿2个 offer 都不太满意，拒了后继续内耗。后来我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就买了票回老家，回到那个熟悉的小县城。博主说，回到家后，他把自己被裁员的消息告诉了父母。父母一边安慰他别焦虑，一边劝他趁机休息一段时间。他心里明白，真正的压力其实来自自己。第2天，他把躺椅搬到院子里，仰躺着看天边的云飘来飘去。家里的小猫安静地趴在他身旁，一起晒着午后的太阳。那一刻，他难得的放松下来，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在了脑后。至于前面的路会怎样，他也说不清，只希望能迎来一个不错的结局。我被裁员了，这次裁员真的很突然，上午约谈，下午就让办离职手续，明天不用来了。其实我也猜到了，因为马上6个月试用期就满了，公司后面几个月以各种理由扣我绩效，说我考核不达标，主动逼我走。我是普通本科毕业的，20年毕业就来深圳了，工资从刚开始的4500慢慢涨到了15000一个月，没想到还不到30岁就要下岗了。在这个寒冬，这次失业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作为 HR， 我可能比大家多了一份感受，我是这些大厂识人用人底层逻辑的规则者、制定者，我也是被这套逻辑杀伐的一个被执行者。裁员不能说明我们不优秀，也不能说明我们能力不行，裁员可能真的是在某种情况下说明我们的性价比不高，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不得不面对。以后这栋大楼里面95%的人全部都没有工作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一个 AI agent 可以替代100个真人干的活，就有这么牛。我们公司现在代码下面是50个程序员，相比于原来的传统大厂，其实相当于5000个人，因为一个程序员指挥100个 AI， 这个签能力敲代码，那不需要这么多人了，根本就不需要这么，以后只需要一个总工程师，然后懂 AI 决策和指挥的这个人，一直在指挥 AI 干活就可以了。我们过去以为是体力劳动容易被替代，我告诉你，现在其实是脑力劳动容易被替代。苏州的张先生曾任大型企业的运营总监，后来自己创业却因经济环境不佳而倒闭，收入断裂后，他难以维持家庭开销，妻子因此提出离婚，让他倍感压力。36岁的张先生表示，现在实体经济不行，基本没什么工作可做，摆摊卖菜赚不了钱，做自媒体也赚不到钱，反正干什么都不赚钱，找工作也找不到。我有2个孩子要养，家里开销太大，实在没办法。今年毕业的山东大学生李先生表示，如今毕业即失业已成普遍现象。他和同学跑遍了多个大城市，也没找到合适的岗位。李先生说，现在就业真的很难，毕业了基本都没工作。我们试了很多项目，但缺少技术，很多地方都是小作坊，谁做得大，亲戚就跟着一起干，
外来打工的人很容易被压榨。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